魏无羡看蓝忘机又不搭理人，想着这时候的蓝忘机可讨厌着他呢。幸好他还不知道藏书阁最后一天的春宫图事件，不然不得用碧尘戳他几个窟窿。心下一慌，想着千万不能嘴瓢，却又听得蓝忘机问他：你为何弃剑修轨道？想来是看到夷陵老祖魏无羡修轨道开山立派之类的了，也不知道书上写的难不难听。他的记忆里，蓝忘机问过很多次这个问题，而他也答过很多次。他总觉得蓝忘机每次都带着责怪在问他，所以他每次也带着浓浓的怒意回他，结果总是闹得不欢而散。没有哪次是像现在这样，没有战争，没有金丹，没有温家，蓝忘机只是想知道答案，平静地问他，而他也终于可以平静地答他：为了活下去。是了，这便是最初最简单的理由。蓝忘机好像接受了，没有再说什么。魏无羡到齐了，问他：蓝二公子竟没有责问？蓝忘机却说：史书只是记事，并无因果，不知全貌，怎可置评？而若是为了生存，不应被人诟病。一句话说得简单，魏无羡却是第一次听人这么评价，弄得他心里感觉暖暖的，都不好意思起来。他喃喃道：蓝湛啊蓝湛，你若是这么想的，当时就该这么和我说啊，弄得我们成天见面就吵架。我们成天吵架吗？蓝忘机又奇了怪了，自己还会和人吵架？何止吵架，好几次还大打出手，别人一看见我俩遇上了，马上就躲得远远的，以免被波及。打架有何奇怪？第一次不就打起来了？提着2坛酒翻墙的少年，酒还没喝2口，就被另一个人打翻了。一想起初见，魏无羡又哈哈笑起来。而又想起修轨道后，蓝忘机每见他都说要带他回云深不知处，当时他只当他是要囚禁他，只记得发火了。现在想来，蓝忘机好像不是那个意思。若他们是道侣的话，那蓝忘机的意思是要带他回家。求婚？刷的他脸瞬间就红了起来。为了掩饰还跟着乱跳的小心脏，他赶忙低下头假装看书，心里却在默念：不可能不可能，以压下自己胡思乱想的小心思。韩光君何来？蓝忘机也没注意，又问了个问题。他听人叫了一天了，也知道是自己，只是想问问由来。这么一问，倒是及时把魏无羡的心绪拉回来了。是你的号，有匪君子，则是明珠，逢乱必出，警行寒光。是不是一听就觉得和你很配啊？至少魏无羡第一次听就觉得和蓝忘机非常相配，又叹了口气：乃像我，明明也是出了名的美男子，却被叫夷陵老祖，听着像面目狰狞的老妖怪似的，苦也。名号而已，有何影响？魏无羡听着眉眼都笑得舒展开来，好似找回了年少时的感觉。蓝忘机虽然话少，但是他就喜欢聊他说话，因为蓝忘机说话就是好听。他心里美滋滋的，连带看着枯燥的书都觉得没有那么枯燥了。蓝忘机看着他突然开心的笑起来，又见他突然瞪大了眼睛，书都掉在地上。魏无羡怔住了：蓝湛，这上面说我已经死了。那一页正好说到夷陵老祖不夜天杀害1000余人，3个月后百家围剿乱葬岗，夷陵老祖身死魂消。因为自己这张陌生的脸，他其实有想过自己该不会是死了吧。可当事实摆在眼前，他更不得不去提及那心底挥之不去的疑问。他道：蓝湛，你说我不会是夺舍吧？不会。你信我？兄长说你是献舍。蓝忘机告诉他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我也信你不会。魏无羡只觉得自己的小心脏又不听话了。之后两人一阵相顾无话。蓝忘机话本来就少，而魏无羡因为发觉今天他的心脏特别不受控制，一时也不敢乱说话了。直到两人都看完史书，时间还早，蓝忘机便将雅正集给他，意思明确，抄家规。魏无羡本就坐得歪歪扭扭的，这下姿势更歪了，不情不愿地打开，直接吓到尖叫：什么？4000多条？之前他抄的3000多条，他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。怎么有人能想出那么多规矩来？竟然还能再多出1000条来，还是人吗？这简直就是生产规矩的机器啊！他还在纠结，蓝忘机已经打开宣纸抄写起来。魏无羡念叨着：苦哉苦哉，抹了把不存在的眼泪，不情不愿的也提起笔来。而他是真的做不来这事，写了没一会便倒在案几上睡了过去。蓝忘机本想叫醒他，又想到并不是惩罚，也没时间限制，便只是抬手点上灯，没有打扰他，
一时烛火跳动，照出一方小天地，没有惊心动魄，却也算得岁月静好。一睁眼，魏无羡发现自己又在一个不认识的地方醒来，四下无人，带出的门去，才知道这是进士的隔间，想是昨天他睡着了，蓝忘机把他拖过来的。才刚开门出来，就见蓝思追和蓝景怡提着食盒过来了。魏前辈还是那样热情的招呼他，只是简单的早餐，他也不拿进屋，就坐在廊下边吃边和他们聊天。你们来的真巧，我刚起来正想找东西吃呢。想起昨天那些草根树皮，早饭的白粥馒头已经是很好了。蓝思追答他，魏前辈平时都是这个时候起的，我们有时候会帮韩光君送来，自是知道的，是前辈忘记了。他确实也是天生早起不来，不过这云深不知处不是卯时就得起床吗？自己还是个特例不成？他没有在这个事上纠结。昨天虽然看完史书，但是史书只记载仙门大事件，他在意的事并没有得到解答。想了一下，还是问这俩孩子算了。那个江城你们知道吗？就是莲花坞江宗主。知道肯定知道的，不熟。蓝景怡想起江城平时骂金陵那个样子，只想说幸好自己没有这样的舅舅，反正他是受不了。本来魏无羡想问一下莲花坞和江城的情况的，想来这是别家的事，这两孩子应该是不会知道太多，这下又没了办法。不过我们和金小宗主金陵熟呀，前几天还一起夜练，魏前辈你们也在的。然后魏无羡还知道了金陵是师姐和金子轩的儿子，现在是金家宗主。关于江家金家的事，他们这一辈本也就懂得不多，也不敢对他说太多，只简单的告诉他金子轩、江厌离都已经过世了，其他便几句带过。魏无羡听到江厌离已过世的消息，面上还是掩盖不住的难过起来。蓝思追安慰他道，魏前辈，现在江宗主和金陵都很好，你不要太为过去伤神，先要想办法自己好起来才是。魏无羡真心觉得蓝思追这孩子太好了，总是在关心他，而蓝思追只是想让魏无羡多想想自己，多为自己而活，毕竟他前生付出的真的太多太多了。又聊了一下，两人还要去听学，便拜过魏无羡。快走到院门口，蓝景怡突然想起还有话没带到，也顾不得家规，在院门口大喊，魏前辈，韩光君要我交代你，昨夜没抄的家规，今天记得补上。听到家规二字，魏无羡脚下一绊，差点直接摔进进室。然后一连几天过去了，他们失忆的事却毫无进展，一来他们都没有受伤，二来也没碰什么奇怪的阵法法器，上次的夜猎也仔细询问过了，并没有什么意外。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的失忆当真是奇野怪哉，毫无迹象可循。蓝忘机只有早上去讲学，放课了就回来抄家规，而魏无羡只有抄家规抄家规抄家规，这真的实在是太闷了。所有人都告诉他，他在云深不知处生活了5年，要不是这是蓝家，随便换成另外一个姓氏，他都怀疑这些人合伙起来骗他。他不得不严重怀疑10几年后的自己脑子是有什么问题，这样的日子能过5年？他被现射回来是成佛了吗？家规他是真不想抄，以至于好几天过去，蓝忘机都抄几遍了，他还一遍都没抄完。这下他又躺在岸上偷懒，那边蓝忘机已经提着晚饭回来了。蓝忘机看他今天应该也是没写几个字，又无奈道，先吃晚饭。而云深不知处的伙食简直能把魏无羡逼疯，他是真的再也吃不下了。他对蓝忘机道，蓝湛，要不你给我个通行谕令吧。你要做甚？魏无羡干脆把筷子一放，往地上一躺，哀声道，我就下山吃顿饭，我保证不干别的事。他想天子笑，他想以前采邑镇的湘菜馆，年少时来听学，他也经常溜出去喝酒吃肉，不然全靠蓝家这菜饭，谁能活得下去？现在倒好，连个通行谕令都没有，门都出不去，再熬几天，他看也不用找什么技艺了，直接饿死得了。看着这个躺在地上耍赖的人，蓝忘机只道，不合规矩。魏无羡现在不比从前，从前是别家来听学的弟子，自是不会管得太过，而现在是自己道侣的身份，自然一切要由家规约束，不得犯错。听蓝忘机这么一说，魏无羡不乐意了，又坐起来，我既是你道侣，你为何趁我睡着把我扔到隔间去？就算是分房也得公平竞争吧。这里是我的卧室。谁说的？魏无羡指着身后的置物架道，我的随便都搁在这，我还说这是我房间呢。
好啊，堂堂仙门名士韩光卷，趁我睡着就霸占了房间。是你自己不起来。你怎地不叫醒我？莫不是怕醒了抢不过我？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